警察不是坏人。我像坏人吗？去哪儿？前面那家咖啡厅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我送你过去。不用麻烦了，这家店我每天都去，这条路我自己没问题的。也没几步路，不送你过去，对不起这身上这身衣服。你这是先天的还是？是意外，在治疗吧？治疗不过是安慰，我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。你还挺乐观的。也只剩乐观了。警官，前面我就到了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啊，那行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嗯。哇，他这咖啡水平可以的。他2个手一块冲了。好秀啊，看着还不错啊。这水平。哎，那边也开始了。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水平高。不好说，一会儿还得尝尝味道呢。那就尝尝看呗。好好喝啊。我也觉得。我觉得他做的好喝，深藏不露啊，现在2比1了。不错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美女，也不错。我看你点的手冲应该是懂咖啡的，这2杯给你品鉴一下，选你喜欢的那杯就行。3比1完败啊！3比1。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！不可能啊！我就说这个好喝。我觉得这杯好喝。你再尝尝，就差不太多。明显不一样。美女，算我请你。你是老板？我是老板的朋友。你是咖啡师？我跟这儿的老板一起学过做咖啡。我学做咖啡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，所以会比做咖啡生意的人做的好喝那么一点点。你做的咖啡香气很干净，我刚才看你冲的时候，好像手法很简单。哎，那些花里胡哨的手段全部都是唬人的。这手冲咖啡讲究的就是速度和温度，我速度比一般人快，味道比较纯粹。还有事吗？你在看什么书呢？沙丘，科幻类的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开了一家密室，也是科幻题材的，他们正组人体验呢。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玩？我不方便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一起玩就熟了。我真不方便。那去露营，我们去山间河边去弄一杯手冲咖啡，那感觉完全不同。我也不方便。这么不方便啊？这露营又不需要动脑子，有手有脚去不就成了吗？大灰灰对吧？嗯哼。你的咖啡很棒，不过我要走了，希望有机会再喝到你冲的咖啡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没注意。别说对不起，我很开心你没注意到我是个残疾，让我做了几分钟的正常人。不用帮我自己可以。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我怎么知道你会去搭讪？也很久没人跟我搭过讪了，谢谢。不客气啊。今天我去看爸了。他还好吧？不好，心情很不好。去年跟你说过，我爸妈想拿回来一部分钱，你答应的是元旦后，现在马上都要10月份了。他们知道我工作室去年失火的事儿吧？当然知道。
那他们也知道重建花了多少钱，我损失了多少作品了。所以这10个月我都没催过你。现在呢，是困难时期，我们得……现在，你是涅槃重生的大师，名望比以前大多了。是啊，可名望转换成财富，还是需要时间的。好，我等你。我会尽快的。今天又不回家？是啊，得回工作室加班啊。欠了多少要交付的东西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，你辛苦了。不用送我上楼了，你的车停在这儿，挡着路也不好。行啊，那你回去了，好好休息吧。我哪天不是好好休息呢？你要好好休息才是。我还好，你回去记得早点睡。如果有事儿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来，干嘛？我给你叫了代驾，给我自己也叫了。那，说说，最近什么进展？先敬你。大灰灰，我说了，你必须得找点什么线索，我才能帮你。你现在这样无凭无据的，我真的……我进的是你的警号，我不是故意查你的，我是很偶然才得知，你那个警号重启了2次。谁让你考警校？老爸说过，希望你搞学术、搞科研。你考什么警校？你学习比我还好，你不也考警校了吗？我不当警察，怎么重启老爸的警号？我不希望他的警号永远被封存着。听哥的好不好？咱们家里有2个人当警察够了，你去学点别的，咱妈也放心。我爸跟我哥喝过酒，我都没跟他们喝过。李德，你了不起，你全家都了不起。行了，别说这个，我可不想在你面前掉眼泪。来吧，说说你的事儿，你家长怎么样了？我这2天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哦，也不算认识，但也算认识，反正没加上微信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女孩她不是一个正常人。挺好，你也不太正常。什么呀？她这个人，哎，你有没有跟她说过，你此时此刻正在找你的前女友？那倒没聊那么深入，我连联系方式都还没要到呢。什么叫我在找我的前女友？这不是找，这是查，这跟感情毫无关系。我这个算是我职业病。哎，既然她和你一样不正常，那应该能挺理解你，说不定还会帮忙找你前女友啊。不对，是查。得，我跟你说不明白，等我跟她混熟了，带你见一见你就知道了。说正经的，你说你调查怎么样？我前2天见曾杰了，怎么样？铩羽而归，太没问题，一点问题也没有，就是太没问题了。
所以啊，从逻辑上来讲，这一点问题没有，就肯定有问题。大辉，你这已经不是推理了，你这是推测臆想，带着假定性看问题是会有问题的，知道吗？我这不是还没说问题呢吗？你不是说没问题吗？如果你找到刘威了，你准备跟他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对视，消失，一笑，好像没什么可说的，也不需要说什么，知道他没事就行。但我知道他不是没事啊。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看我！他被卖到了一个地图上查不到名字、导航也没法精准定位的偏僻山村，卖给了一个大半辈子都娶不起老婆的老光棍，一个好歹上过大学的网络颜值视频主播，在一个可能根本不通网的村子里，绝望地成了一个陌生人的媳妇。没有好的食物，没有能安稳睡下的床，每天提心吊胆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逃走，但每次都会被村里的人发现，被抓回来，还得挨打。快1年了，他可能已经迫不得已生下了那个老光棍的孩子，再也不会有人叫他名字薇薇了，只会喊他一声喂啊！不会的。怎么不会啊？这样的悲剧又不是没有发生过。全国治安监控的普及率已经是非常高了，如果当街发生了劫持的事件，不会有警察发现不了。希望。什么叫希望吧？哎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你千万别在这儿胡思乱想了。按照你这个瞎编的方法，是不是刘威被劫持的同时还能分个心，给你发个信息，说声分手啊？我说了，这是我最担心的结果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太绝望了，生不如死。刚刚都是我瞎想的，但小薇现在确实是不见了。你承认我说的？是。那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推理？你别不说话装酷啊！我说你听，你要是觉得哪个地方不合理，你就指出来。你说，说。首先，我必须得承认，我和小薇的恋爱其实从开始就是不会有结果。我们两个心里都明白，两个收入不稳定，又对未来只有想象没有规划的人，又处于各自本身都不稳定的状态，叠加在一起就是随时都可能一拍两散。以小薇的条件，想要找一个比我有钱、比我强的男人很多，但是小薇她很酷，她只在意的是对方能不能打动你。所以遇到宗杰的时候啊，他动心了，他会说那些趋于完美的话，会把瑕疵叫尊严。面对一个年轻的大师，还是教授，又有钱的男人，换了我，也不会选我的。但是啊，这不是小薇见异思迁，也不是她爱慕金钱，是我们俩相处时间太短，根本没什么感情基础。最起码他在和曾杰开始的时候很尊重我，先跟我分了个手。啊，你跟这个叫尊重？我觉得是啊，起码分手了他就不叫绿我了呀。荒谬！这有什么荒谬的呀？哎，这我得替小薇说一点啊，在分手这方面，小薇做的是干干净净，对我也好，对曾杰也好，她都是尊重。可坏就坏在小薇太容易动感情。我跟你说过我们俩是怎么在一起的，荒不荒谬？多荒谬！但我们俩还偏偏真就这么在一起了。小薇是一个从小就缺乏安全感的人，所以一旦某个细微之处让她产生了安全感，她就真的会动感情。曾杰就是给了她这种感觉，但应该在那个时候，她不知道曾杰已经结婚了。你居然是有老婆的人，你怎么能这么骗我啊？好
好了没多久，小薇就发现曾杰是一个离婚人士，她很崩溃，很可能跟曾杰大吵了一架，甚至还说了一些威胁的话。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你！我觉得小薇最多就是嘴上说说，骂几句，毕竟她也不是没遇到过渣男。可是曾杰害怕了。一般的渣男有什么可怕的？可是曾杰不一样啊，他有身份有地位，他必须得要脸，而且他老婆本身就是一个富家女。曾杰搞艺术都靠他老婆家里出钱支持的，他必须不能让小薇的存在影响到他的声望。他可能会提出一些条件，比如给一些钱。小薇气头上来了，不要他的出钱，曾杰更害怕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于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他就这样杀了小薇。凶案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尸体，但对曾杰来说，反倒是最简单的事情。他的窑炉可以让一切灰飞烟灭，可他还是怕留下痕迹，因为小薇一定在他工作室留下太多痕迹，难以消除。所以没过多久，他就处心积虑地制造出一场大火，把整个工作室烧得干干净净。火灾的情况通报里提过了。对啊，谁能相信曾大师自己点了自己的工作室，烧了自己的诸多作品？你想想我刚刚说的过程，是不是合理？是不是符合逻辑？所以你觉得你说的就是真相？起码我的推演符合现在的结果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如果你觉得小薇没出意外，你有没有什么证据？阿辉，你怎么没早点发现刘薇不见了呢？分手之后1年了，你突然间发现了，1年了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帮你找？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帮你找小薇？笑屁！你终于相信我了。我是认可你的能力。哎呀，今天系里开会，拖拖拉拉好久才结束。吃了吗？吃了，订的工作餐。以前你不是最不爱吃西餐吗？最近怎么总吃这些东西？换换口味，弄着也方便。自己在家就别折腾了，要不明天我给你请个做饭阿姨。家里请个人，我觉得不自在。你晚上还走吗？的确有好多事还没做完。你该忙就去忙吧，我知道你现在压力也大。也好，那我一会儿取2套衣服，晚上回工作室加班。赶紧把那批订单都弄完，快点搞到一些钱，也让你父母安心一些。谢谢老公。
请吧。我哥们儿说你天天几乎都会在这儿，只坐这个位置，我就专门在这儿等你。刚刚你过马路的时候，我就看着，开始冲这壶咖啡，时间正好，现在喝，温度一定非常合适。和昨天的不一样。我就说你懂得喝嘛。昨天是危地马拉水洗，今天是哥斯达黎加的日晒，拼配巴拿马翡翠绿标，这是阳光的味道，是我特意为你调配的。你觉得我很阳光？当然了，非常阳光。除了这杯咖啡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原本是想就着昨天的唐突给你道个歉，但是我想了想，你说的对，如果我道歉的话，那就是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所以我只是想单纯的请你喝一杯咖啡。咖啡我已经喝了，希望你不要再拿出二维码，因为拒绝别人并不是件开心的事。那不拿二维码可以聊聊吗？虽然我不想，但确实喝了你的咖啡。你别怕我尴尬啊！你要是不想聊的话，随时端茶送客，我随时走人。聊吧。我认识很多好的中医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别，不聊这个了，换一个。你其实挺有钱的，该找的医生你全都找过了。我怎么就有钱了？钻石手镯、钻石耳环、鳄鱼皮的包，衣服也是大牌子。香水我虽然没闻过，但肯定也是高级货。轮椅也是全自动的。昨天戴的表镶蓝宝石，今天是满钻。观察力这么强，职业习惯吧。但你看起来不像是奢侈品店的销售。你应该生在一个不错的家庭，你喜欢看书，这个咖啡店离大学也不是很远，你父母应该都是懂学识的，比如父亲经商，母亲教书这样。我就不能靠姿色找个有钱男人吗？那这哥们儿的嗜好有点特殊了吧？你为什么要撩我？我没有撩你啊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你跟别人都不一样。你是有什么特殊嗜好吧？没有啊，我昨天撩你的时候，我都没发现你下。你承认你是在撩我了？你这个性格我越来越喜欢了，好阳光。我不阳光，一点都不。如果让你坐在这张轮椅上，你也不会感觉到阳光的。那能康复吗？还是正在康复当中？哎。哎，对了，你做什么职业啊？无业游民。看到你这个富婆在这儿，就不想努力了，想来试试。真的吗？差不多吧，反正我就是一个做视频的博主。什么视频啊？悬疑推理、案件分析啊。你要是有空，你也可以看看，号叫《真相背后的逻辑》。吃不吃甜点？蓝莓慕斯。上菜，刷我的卡。你办卡了吗你？哎，我下回给你办一张不就完了吗？我们都希望获悉真相，真相总是隐藏的最深，只有梳理清楚逻辑，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真相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《真相背后的逻辑》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灰灰。今天我要讲的案件是 A 国交代的连环杀人案。喂，今天得下班，太多活干不完了。你自己在家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你也别太熬夜，早点休息。在这里，我不去讨论 A 国是否应该存在死刑，只是我情感上无法接受，像这样的人渣，道德、公义、良心都无法约束他。可惜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做视频的，既没法让人渣迷途知返，也没能力帮助这种被人伤害过的人，只能尽我所能，把每一个视频做好，希望世界变得更和谐安静。怎么不说话了呢？哦，我在想点什么菜呢？有心事？没有。真没有？我是想结束。
前一次见面时，你搬家，面积虽然不大，但的确是一间不错的公寓。记得上个月你跟我说过，在竞选什么项目组的组长，看样子是成功了，恭喜你啊！你不生气吗？看着你一步步变好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只是有些遗憾。你说过，每个月去吃一次你收藏的餐厅，够我们吃2年的。还有好多我们都没吃过呢。曾老师，谢谢你帮助过我，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。正是因为有你这么优秀的人在我身边，才让我有了更加努力的动力。只是现在的我没有办法喜欢一个人。还有那些我们没有吃过的餐厅，我都一起发给你了。今天是2019年9月27日，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珍惜这一天。尊重你的选择，虽然觉得很遗憾，而且非常非常不舍得。谢谢你尊重我。告别了。这样，这么巧啊！我基本上每天都在这儿，基本上都坐这儿，这有什么巧的？喝点什么？哎，咨询你个事，之前你说你朋友的密室逃脱需要飞檐走壁、爬上爬下吗？我得给我朋友提个意见，让他研发一个不需要太多肢体参与的密室游戏。那露营的话，有手没脚可以去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可以把你照顾得妥妥的。我很久没有去过室外了。你想什么时候去啊？今天。这么着急啊？那算了。哎，走，出发。等一下，麻烦你把这件衣服换上。是个什么玩法啊？我是个已婚妇女，特征还这么显著。要是被认识的人知道我跟你一起去露营的话，被我先生看到会很尴尬的。我不在乎解释。但是人嘛，爱八卦，肯定胜过爱听解释。原本我觉得自己坦荡荡的，怎么突然还觉得心虚了呢？那弥补一下你，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。我的腿是因为去年车祸残疾的。车祸？我把车开到路边水沟里去了，不是因为我技术差，是刹车当时突然失灵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踩的不是油门啊，是，我也确定你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马路杀手。但是1年前的一个下午，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开车去了？你老公没陪你吗？他忙着呢，我好不容易约上大师给我爸祈福，等他时间不知道到哪天了。不过他昨天专门帮我把车送去保养了。那你回来得几点了？也就1个多小时路。怎么了？怎么刹车踩着没反应了？这么快？踩错了吧？怎么可能真没反应了？啊？那你现在能减速吗？怎么办？我现在速度很快。你别着急啊，我现在马上给你找人问问。我怎么停下来啊？理论上我还有恢复的可能，但仅限于理论。实际上，我已经接受了余生都要坐在轮椅上的现实。不用替我觉得惋惜，更不用觉得尴尬。
啊，我是为你这个阳光的心。大灰灰，你不用装真诚，因为真的很假。那我先去把衣服换上啊。你尝尝看。嗯。哎，你是哪个机构的嘞？什么机构啊？我看到你照顾人还多细心的，还会煮咖啡，所以就想问下你好多钱一个月？不得行哦，我是他承包的。哦。什么眼神啊？哎呀！现在露营这么火吗？这地方方便，来就行，所以人多。下次要是提前准备一下，咱们能去一个更野的地方，搭个帐篷什么的。那样的地方不适合我吧？没事儿，大多数的路轮椅都能过去，实在过不去我背你就行了。算了，不麻烦你了。我现在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实在不想麻烦别人。你别这么说，你能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。我能做什么？你看过直播吗？嗯。现在有一种主播叫做轮椅主播。残疾人吗？不是，他们就是坐在电脑面前，就像是坐在轮椅上一样。你想让我直播卖惨啊？卖惨早就过时了，现在都卖坚强、卖独立、卖乐观。你会打游戏吗？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就往那一坐，只要不说自己结婚了，还是能骗到不少粉丝的。我打得很差。这东西又没关系，练就行了，熟能生巧啊。你前女友也是做这个的吗？是啊，她也是做直播、做视频的。那她是不是很好看？有照片吗？去年跟我在一起没多久，就跟我分手了。很漂亮啊，为什么分手？觉得你配不上她？是配不上她呀，她那么年轻漂亮又心高气傲，像我这种普通人当然配不上她了。怎么了？还想她？早就没想，只不过我最近发现她好像失踪了。把你拉黑了？拉黑那是正常的，就是她不见了，一点痕迹都没了，就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。大灰灰，既然分手了，就放下吧。10万定金，剩下20万做完后给你。你很好看啊，你这么好看，气质这么好，你老公在外面还有人啊？姐姐，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啊？钱还赚吗？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你不用那么在意的啊，姐姐。我很在意。你如果想赚钱，就做好你该做的事，不要这么多废话。放心，拿了钱我会好好做事的。你好像有男朋友吧？无所谓啊，随时可以分手，本来就没有认真谈。但凡他有点钱，我至于替你做这个事儿吗？你男朋友也挺可怜的。他哪里可怜了？跟我在一起，已经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。不过还是你老公运气好，老婆这么漂亮了，还能再遇上我。哎呀，我女朋友陪着一个大主播来直播，非让我陪着。急什么呀？真烦！你开车跟我还挺像啊。我是说你的嘴。哦，那你也是这种
眼观六路，嘴骂八方的风格。这骂别人加塞，骂别人不让我们加塞，骑车时骂开车的，开车时又骂骑车的。是啊，现在没法开车了，才发现自己以前多没素质。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像是在骂我呢？你开车带女朋友的时候也这么骂骂咧咧吗？没有，我是跟前女友分手以后买的这辆破车啊，都不知道几手的了，委屈了啊，富婆。我挺喜欢你这种底盘高的车，视野舒服，而且我好久都没坐过副驾了。那你先生一定开的是一辆大好车，后座宽敞，不像我这辆车后面太挤了。哎，你家在哪儿啊？我们往哪开？送我回咖啡厅。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你还怕我送你回去啊？我先生下班早的时候会去接我。哦，你先生是做什么的？艺术家。厉害啊！什么艺术啊？哎，你怎么开车的呀？让那车加塞了吧？着什么急呀？投胎去啊！呀，你今天居然主动加我微信。你先扫，要不要通过你看我心情？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呀。有机会再见。曾杰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。什么人？刘威。你想干嘛？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了。你是想把去年的事重新翻出来吗？我没想跟你吵架，也不想提这件事，我就是突然……你到底想干什么，白小玲？这件事再翻出来，你很高兴是不是？不是。我有时都会觉得，会不会是报应，才让我站不起来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提他。我们之前就说好了，那件事过去了就过去了，都烂在心里，谁都不要再提。回家吧。送我回去，你还得再回去加班。算了吧，反正离家不远，我自己回去。我正好也想吹吹风。麻烦你帮我拿下轮椅。白小玲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了，但是去年我们就说好了，这件事谁都不可以再提。我再提醒你一句，当时说的可是谁要是想离婚不想过了，再把这事儿给翻出来。我问你，你又想离婚了是吧？不想。你还没把我爸妈的钱还回来，我怎么跟你离婚呢？今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提，以后我也不会再提了。是，她很漂亮，也有气质，家里还很有钱，所以很多人认为我娶了一个完美的女人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她经常会用最冷淡的方式说出让人难受的话，而且始终都带着一种蔑视。我是艺术家，是教授，
她只是个暴发户的女儿，可她偏偏带着不知从哪儿来的优越感和冷漠。可能是她从小生活的条件太好，追她的人太多，她认为所有的男人都应该视她为中心。他想抓你婚内出轨的证据，是想分你的财产。你不是说他家里很有钱吗？有谁会嫌钱多吗？我们有不少的婚内财产，他应该是想让我净身出户吧。幸好，你老婆请来帮助他的人是我。为什么告诉我，你其实是白小莲雇来让我出轨的呢？他让我先去酒店砸了你的作品，他说你不会生气，只会开心。他还真是了解你啊。你做到了。但是我看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。我对陶瓷没什么兴趣的，对宗烨也不喜欢，但你让我明白，那你也可以无与伦比。这一句话是真心的哦。我连初恋都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男人，我之前遇到的男人都太不堪了，眼高手低的大学生，没钱没理想的混子，毫无品味只知道炫耀的富二代，还有我前男友那样不甘平凡却只能平凡的普通青年，他们都没有办法跟你比。虽然我知道我跟你不会有任何的结果，但我还是忍不住的喜欢你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没有结果呢？宗大师，你受得了我这样一个满身宗眼的人吗？我为了钱都能去勾引别人老公的。但你真诚，我骗不了自己的，我真的喜欢上你了。所以我还有更重要的证据，50万就给你。我老婆给了你多少啊？30万，尾款还差20。那你就没想过再拷贝一份给他？我喜欢的是你，又不是他。20万呢？万一你变心了呢？我都这么喜欢你了，你还不相信我？那好，我还有一份视频，是你老婆找我时我偷录的。她亲口说，让我勾引你，再拍下证据。这你都录了？对啊，我怕她不给我剩下的钱嘛。这个视频对你肯定有用，有了这个，你还会记得他吗？你觉得我会记得他吗？其实我早就想结束这段婚姻了。还有就是，我也喜欢你。可惜啊，我也接受不了宗烨。出轨就是宗烨。你还记得吧？我跟你刚开始的时候，是要先跟我前男友分手的。我只要现金，你老婆给我的也是现金，80万现金，你应该管能准备好吧？嗯。美弟儿，回来喽！啷个巧哦，我刚要走噻。你怎么又过来了？来城里办件事，过来看下你嘛，美弟儿。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叫我妹夫，我跟你妹没结过婚。没结过婚又咋个了嘛？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妹弟儿。再说了，这手里又没别个。你婆娘又不在，哎，你婆娘叫啥子来着？白小玲是不是？
别说是你婆娘嘞，就算你带个别个女人，我也装到不认识你噻。我啥时候坏过你好事儿嘛？哎呀，可就是我妹儿哦，没了这个命。算命的说过群命，没得嫁给你，就是她的命不好，没得办法。可是我命好啊，我有你这个妹弟儿。等着！就这点儿哦，现金就这么多。我给你个卡号噻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能转账。哈喽，那你是怕别个晓得你有这个过，还是怕别个晓得我有个妹儿哦？还要多少？别说的，我好像在讹你噻。老家的房子要修了。我妹儿那儿也该修了，不多，10万。下周来取钱，但是来之前一定得告诉我。好，那我就再跑一趟噻。林珊，你每次管我要钱，我都给你了，但是你给我记着，嘴上别乱喷。我嘴还不严吗？我嘴要是说出去了。让你那个有钱的婆娘跟你离了婚，不对，你那个婆娘好像是腿坏了，肯定离不开你噻。哎呦，妹弟儿啊，现在你舒服的很。我告诉你珊，想要钱的话，把嘴给我闭上。张姐。你是我妹弟儿，不是我哥，别跟我吼噻，还是啥子艺术大师嘞，要懂文明讲礼貌噻，听到没得？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车好久换了，换的时候跟我说一下。给我看看嘛，啊！都给我处理掉，还有那些垃圾作品，有瑕疵的、有棕眼的，一个都不要留。把里边的给我拿出来。可惜啊，你们做事还是不够细心。如果把温度控得再精准一点，还能出这么多问题吗？曾老师，这些都砸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没有一颗追求完美的心，你怎么做出好作品？老师，他。你又来干嘛呀？采访啊？你好好的东西就这么砸了，不可惜吗？有棕眼的作品我都会处理掉。你不是知道什么叫棕眼吗？哦，知道，小薇跟我普及过。这个小薇是你什么人？我前任。分手多久了？去年分的。那你找了他1整年了？没有，就这几天。曾教授最后一次见到刘薇是什么时候？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，怎么可能见过面？哎，要不你查查自己的通讯录？这位朋友，我很不理解你的行为。
但是我不会干涉任何你想干的事儿。同样，我也不希望自己一次次被你这样莫名其妙的骚扰。我不知道你和你的前任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，已经分手1年多，突然要找他，因为这是你的私事儿，我无权干预。我只希望下一次你别来找我。哇，曾教授是不是学过表演？这演的真像不认识刘威一样。我确实不认识他，我也不认识你，请你离开我的工作室。呀，碰瓷儿啊！报警吧！报警！报警！这个人打坏了你的作品。这些是本来就要处理的有宗严的残次品。这是我学生的作品，即便他有宗严，也是完成的作品，我们可以任意处置。而你没有这个权利和资格，你闯进了我的工作室，砸坏了我们的作品，我当然得报警。曾大师也这么无赖啊？有什么话留着，跟警察说。这东西多少钱？别讹我啊！你怎么那么冲动？你砸人瓷器干嘛？他要走，我就拉了他一下，他就把自己手里的瓷器摔到地上了。而且我去的时候，他们正在砸那些瓷器，那些都是有宗严的残次品，都是要处理的。被曾大师给阴了。我跟你说，小薇的事一定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他今天整个人对我都是有敌意的。他要不是心虚的话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都是推测，没用。推测是为了建立和明确方向，只要方向没错，我就肯定能查出来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我这还没到家就来找你，你说呢？网上那些曾杰的信息，你仔细分析过吗？什么信息啊？曾杰是完全靠自己在外打拼的，家里条件不太好。上大学的几年都是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，但是读研期间他突然间经济条件转好，还会开着车去上学。读研毕业之后呢，他留校当了老师，之后2年内作品不断得奖，再后来他就结婚了，老婆家里是经商的，挺有钱。那他就是在读研期间认识的他傍上富婆了呀，这逻辑就说得通了。曾杰通过他老婆家的钱改变了自己。所以他怕他有外遇的事情被人发现。没错，他老婆应该完全不知道他有外遇的情况。这你怎么确定啊？基本上能确定，就是要再找一找。怎么说？去找曾杰老婆？这明显是一个可行的路线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乱来，一切都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。终于开始步入正轨了。你肯定也觉得曾杰很可疑吧？快说说，你还有什么收获？我觉得其他的也没什么用吧。网上的采访大多都是重复性。不，了解一个人很重要。就比如你今天告诉我这些信息，就非常关键。我原本一直以为曾杰的事业成功是很轻而易举的，没想到他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是一个经历磨难的普通人，这个就很重要。怎么重要？怎么重要呢？啊，一个市场里边有这么一群保安，这保安队长退休了，从底下兄弟选一个上来接替。这个保安想当一个好领导，当他上任之后，就会对原来的兄弟更加严苛，动辄训斥辱骂，不吝责罚，稍微犯点错就会严厉惩戒，开除起来更是毫不留情。人的心态会随身份改变，人想要攀登高位，就一定付出过代价。是啊，如果曾杰从穷苦的家庭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他一定非常在意，不会让自己的地位和生活受到影响。真希望你是错的。这么看好我啊？不是不看好你，是如果你是错的话，小薇就会没事儿，这是最好的。我肯定不希望那样的结果。大姐，我要2包这个，然后再给我根棒棒糖。好。大姐，请问咱们村哪儿是画画的呀？画啥子？就是画画。都是啊。都是。除了我家开超市，你看全村都是画画的。全村？
那能赚钱啊？小伙子，为了生活没得办法嘛。大哥，能跟您打听个人吗？你找哪个？你们家之前有没有一个叫曾杰的在这干过？曾杰？哎，我们这儿有没有叫曾杰的啊？没得，没得曾杰的。你是要画啥子？哦，他是画……哦，你看我们这儿都画的是梵高，你准备画啥子？啊，咱们这儿是这么分哈，都画的一样，咋挣钱呢？那个每个图案它都有专攻，你看对面它就是高更，再往那个东面就是莫奈，再往后面就是毕沙罗。啊，全是印象派啊。我们以前也画过毕加索，也画过达达杜尼，现在生意撇了，我们村人基本上都是印象派，没得你要找的曾杰。啊，谢谢大哥，我再去别家打听打听。啊，慢走啊。大哥，哎，老板，开画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来打听个人的。你们这儿以前有没有一个叫曾杰的在这儿画过画？姓曾的呀？哎，我记得以前是像有这么一个人呀，曾帅。曾帅？啊，他叫啥名字我记不到了。姓曾，人长得帅，大家都喊他曾帅。啊。哦，我想起了，7、8年前的事情了的嘛。这是7、8年了，有10来年了吧？那个时候你那个娃儿还没出生的嘛。哎，这小子厉害哦，可以同时画2幅画。同时画2幅画？啊，他就是手脚快点儿嘛。哎，不过那娃师兄比别个的钱都赚得多，他家里困难，要拼命的挣钱。这么拼啊？缺钱啊！老爸现在住院，家里是1分钱都借不到，40万，我上哪儿挣去？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，我还被保研了。就算是奖学金我能拿，可我还得吃饭的吧？这么一幅画能卖多少钱？睡莲村里卖500，批发最低350。日出这2年比较火，每张能多卖个50块。这些画画廊买走了，一张能卖个2、3千。我画一张的工费是150。这么看来，这艺术品也不贵啊。你管这叫艺术品？这不就是复制吗？毫无创意，顶多算个工艺品吧。不配，工艺品也不配，它就是个垃圾，垃圾。那他后来是赚到钱了就走了？全是钱，他又不是莫奈。他一天画一幅画嘛，就是100多块钱嘛，要凑够40万，不吃不喝嘛，也要画2、3千幅画嘛。他后来去上学去了，本来上学可以接到画，但是他一直没过来。哎，这几天正好，我还弄老照片存到手机头了，正好有他照片上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合影，这个就是曾帅。哦，对，就是他。哎，那他边上这女的是？我记得叫林芳，是高更的业务员。林芳，她跟这个曾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有啥子关系哦？哎，但是我晓得有一个女的经常来找曾帅，哎，是个有钱的女的嘛。有钱的女的，是一个。你记到不嘛？开个跑车，就是的，长得像实话实搞。我还是把你们的有个富婆来找我的，你看你个样子哦，怕那些富婆的眼睛都瞎了。大哥，能不能把你手机里那张照片发给我呀？行吧。啊，还有，你们有那个领房的联系方式吗？干嘛？这个时间我肯定上班啊。不是，你还真找到人以前打工的村子里了？什么领房？
你给我发过来那条信息什么意思啊？林芳和曾杰关系好，好不容易打听到的，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根本打不通。这个人可能是突破口，他和曾杰的关系一定不一般。有什么不一般的？不就是一张合影吗？大哥，你观察力怎么那么差？你仔细看，放大了看啊！你看看林芳的眼神，是不是在看曾杰？是，照片是模糊了一点，但是你仔细感受一下，像不像是恋爱中人的那种感觉？你再看看林芳手背上沾的全是颜料，他就是个业务员，又不是个画画的，他怎么会沾那么多颜料？他就算拿东西的话，他也不能沾在手背上啊！你再看曾杰，满手都是颜料，那明显是曾杰摸林芳摸的。还真是。这个林芳什么人？根据我现有的推断啊，当然我的推断能力你是知道，我推断林芳就是曾杰早年的女朋友，多半是没公开的那种。曾杰呢也确实出身穷苦家庭，没什么钱，哎，但是华家村的人跟我说啊，他们看到过一个有钱的女的来找曾杰。至于是不是他老婆，这个我想个办法再去搞清楚。你又要去找人老婆？喂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我那是去调查。你这么骗人，觉得自己特光荣是吧？我怎么就骗他了？如果曾杰真的像你我想的那样是一个衣冠禽兽，那我们就是救他老婆于水火之中。他老婆看上去不像是个坏人。行吧，再捋捋。隔了一天你才心情好啊？心情一般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思考一些事情。今天忙，没有时间去咖啡厅找你。你应该忙才对，我加你是来催更的。催更？对啊，我把你的视频都看完了，没新的了，赶紧更新。谢谢大姐，有没有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啊？没有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更新？我最近太忙了，而且没什么灵感。你知道做视频嘛，没灵感的时候是实在没办法。你不怕掉粉？我怕呀，但是没灵感做出来那些不好看的东西掉得更快。好吧，那没事，我把你删了。别呀，这刚加删，为什么要删啊？大灰灰，我是个残疾的已婚妇女，你至于这么饥不择食吗？我现在在你面前不是一个护工的身份吗？顺便告诉你一下，我坐了轮椅之后，家里钱都是老公管了。你就算不想努力了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别把我想的这么龌龊了，人和人之间要有最起码的信任。那今天先不删你，等心情好的时候再删。我要休息了，再见。曾杰，白小玲，你为什么会看上曾杰呢？你应该不知道小薇的存在。你知不知道曾杰的秘密？嗨，怎么样啊？白小玲是个女老板，应该算是个富二代吧。那公司是他爸妈出钱搞的，他爸妈都退休了，他爸一直在医院，不晓得是中风偏瘫还是啥子的，反正1年多了还在休养。她老公是个教授，还
还是个很有名的陶瓷大师。他以前怎么样？他读的就是个普通二本，学管理的，看起来没啥子好上学啊，不是旅游就是搞一些学校的税产活动，股票的不错。哎呀，不过可惜哟，现在站不起来了。哇，哪来的？你不知道我帮到啥的？随他和他有关联的同学、闺蜜、朋友学的社交媒体，我说那爬虫爬了个遍。她老公没得，她老公几乎不用社交软件，要么就是这个人很自律，要么就是很谨慎。你都搜到什么了？这个白豆林，上学的时候睡的人很多，不过耍朋友就耍了一次，和他的师兄。毕业后师兄出国了，他就单身了很长时间，没得好久就结婚了，3年前吧。婚后生活怎么样？我不晓得，我又没结过婚。我说白小玲。哦。他婚后的社交媒体发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，看不出来啥子。不过从他的互动来说，我觉得别个还是挺羡慕他的。还有个追求者叫张爷，一直在他的社交媒体下面点赞捧臭脚。一直到去年年底，这个张爷不见了，我觉得是被拉黑了。追人嘛，哪个可以让他轻易放弃呢？没什么特殊的了。当然我能查到的就是这些了。大哥，我又不是警察，我能查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。也行，反正我也没指望你给我什么惊喜。喂，我可是搜了2个小时呢，你自己去查，2、3天也查不到这些。哎，你想做的？你是想勾搭已婚富婆呢？神经病！我是查正事儿呢。你待会儿把你查到的全发我手机里啊。我再送你一个文档。什么文档？如何取悦富婆？滚！发过去了。有空吃饭吗？明天你还在咖啡厅吧？从今天开始，全都忘了吧？忘得了吗？那就永远不要再提，就当是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以后，谁要是再提这件事儿，就当是不想过了。好。这个烂事就烂肚子里。暗黑者，你还喜欢看这个呀？你一直不更新，我就随便看看剧。杨正辉，大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跟见了鬼一样，谁想看见你似的？哇，这你女朋友啊？你现在这品味可真够独特的。别瞎说啊，她就是我一个朋友。
哎，你怕什么呀？这谈了女朋友呢是好事，人家这腿脚不方便嘛，你就好好照顾一下。哎呦，我祝福你呢，祝福你全家！你们能别胡说八道了？不是你怕什么呀？那么心虚干嘛？我哪儿心虚了？你烦不烦啊？我求求你，你赶紧走，我不想见到你，真的，你赶紧走吧，谢谢。你别碰我啊！行了，不打扰你们了啊，祝你身体健康。晦气啊！前女友是你之前说去年找不到的那个？啊，不是，是那之前的。他好像对你不是很友善啊。分手的时候就不太体面，那是好多年前了。那时候我还没开始做视频，也没什么钱，就连他过生日我也得用花呗借钱给他买礼物。后来有一个男的一直在追她，还挺有钱的。我发现了，就跟他大吵了一架，他就跟那男的断了联系。结果没过多久，发现他跟另一个男的在一起，那个男的还是个结了婚的。他不适合你，你再忍也没用。不是他不适合，是以我当时的条件，任何女孩都不适合。不过，我后来就下定决心辞职了，开始做视频，当大 V。你现在成大 V 了吗？嘿嘿，暂时还没有。不过我现在收入比当时好多了。哎，我都已经把我这么糗的事情都告诉你了，你是不是也说说你自己啊？我又没让你说，你自己要说的。我就是想知道你老公是怎么跟你这么有钱的女孩在一块儿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也学不会啊。没准儿呢，你说说看呗。我今天要去菜市场买菜，你陪我去。我看心情和你聊聊。走。走什么？你忘了规矩了？哎，幸好我把这身衣服放在后备箱了，要不然还没法陪你去菜市场呢。你上一次穿了之后没洗吗？我才穿了1天，洗什么呀？你们男人是真行啊！有年夏天，我跟朋友自驾去玩，路上车胎漏气了，我们2个女生都不会换轮胎，叫了救援，但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到，就在路边干等。正好遇到我先生带着学生去山里采风。这怎么了？我车坏了，车胎漏气了。有备胎吗？啊，有，后备箱里有，但我们2个都不会弄。没事。哎，你拿那个警示牌放我们车后边，你把这个工具和胎拿出来，咱帮人把胎换了。今天太感谢你了。没事，路过举手之劳。张老师，都好了啊，赶紧上车吧。哎，好。你这么年轻是老师啊？现在只是个助教。你是带学生出去玩吗？我是带学生到山里采风，我们是草原大学艺术系的。你们去哪儿啊？要不要一起？我跟朋友是出去玩的。你们开这么好的车，到山里肯定也是住民宿。我们去采风，一般就找个老乡家借宿一下。你们2位美女吃不了这个苦的。行，你们好好玩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我叫曾杰。哎，你开的什么车啊？卡宴。那你们记得那富婆开的什么车吗？记得记得，当时我围着车子转了几圈，看清楚的，保时捷。你有保时捷的跑车吗？我一直都不喜欢跑车，我喜欢高一些、视野好的。啊，所以你和你先生就这么在一块儿了？这个不错啊，是你喜欢的衣冠禽兽款。
你在哪儿衣冠禽兽了呀？你看，他是个艺术家，朋友圈里啊都是各种陶艺。哎，我以前没发现，陶艺还真挺漂亮的。怎么着，看中了人不感兴趣的东西，现在也喜欢了呗？他很厉害的，拿过奖呢。那他这么年轻就是大学老师了。白同学，你要抓紧时间勾搭呀，不然的话容易让别的美女们捷足先登啊！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别闹了，上车。没多久，我生日后，他看到我朋友圈送了一件礼物给我，收到一件礼物，很特别，一件普通的作品而已。这个是发簪吧？你做的？是啊，我看你也不缺什么，名牌包、首饰这些你都有了，就选了个造型，做了件小东西送给你。我很喜欢，从小到大都没有人专门给我做过东西，还是这么特别的东西。你还刻了一句话，这是什么？欲寄彩笺千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？怎么一个字都认不出来？我用古篆体，你知道意思就行。什么意思啊？搜出一句诗来：年华灼灼艳桃李，结发簪花配君子。这哥们儿有想法呀。或许吧，反正当时我还挺感动的，觉得他挺用心的。也是，他做什么都一如既往的用心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嘛，这个鱼新鲜得很，都是今天早上炫来的。看我还说你今天不得来了的。谢谢啦。慢走哈。啊，那个摊主跟你很熟啊，你爱吃鱼？我特征这么显著，多来几次不都跟我熟了？我不爱吃鱼，我先生喜欢。你都这样了，还要在家做饭啊？我都这样了，我只能在家做饭了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什么事都不做。还是老样子噻，荷花肉要瘦点儿，猪肝儿、心肺一样来点。这也不像是你爱吃的。五花肉他喜欢，猪肝补血，猪肺炖汤，他老熬夜。你可真够贤惠的。哎，小北，好了。接下来该买青菜了吧？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呀？买完青菜，市场门口有一家进口超市，里面有很好的牛排和面包。哇，你买牛排可真贵。肉质等级高一些。哎，我是送你回你咖啡厅啊，还是回家？回家。我先生今天要加班，不能接我。好。哎，你先生可真有福气啊，你对他可真好。买菜做饭有什么特别的？妻子不都这么对先生吗？再说我现在是个残废，你觉得这叫福气啊？你以前又不是，再说你一定会治好的。要不我还是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很近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我都穿成这样，你不用有什么顾虑。不是顾虑，是我有自己回去的能力。今天已经很麻烦你了，谢谢。别客气，那你自己小心啊。记得把衣服洗了。哦。曾杰，出院前有些事情，我想先跟你说一说。你说。我先向你承认一件事，前段时间，我确实是想跟你离婚的。现在呢？还想离吗？你想吗？曾大师，你受得了自己的老婆成了一个残疾人吗？这样的尊严，
你能忍吗？医生说过，你还是有几率康复的。如果我康复不了呢？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不可能抛下你。对，曾大师当然不能抛弃受伤残疾的妻子，这样做了，你的声誉会受影响。这些话回去再说。怕丢面子是吧？我意思是没必要在这儿吵架。我不是要吵架，我是想把事情说清楚。曾姐，这次我差点就死了，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。夫妻嘛，哪有完美的组合？我现在成这个样子了，如果再离婚，我爸妈肯定是要找你要钱的。你先不用说什么公司是我的这种话，我家的钱你弄走多少，你比我清楚。我现在心平气和地跟你谈，谈一个我们都能接受的条件。你说吧。第一，你要演一个好丈夫，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你对我的不离不弃和关爱呵护。如果你有需要谢夫人出席的活动，你必须带着我。你放心，就算我坐在轮椅上，也不会给你丢脸的。你不用不情愿，这样对你的人设也是有帮助的。第二呢？3年之内不许提出离婚。3年之后，或许我已经习惯了坐轮椅，心态可能会变好。到时你要离婚，我不阻拦，给你自由。这3年里，你只需要在外人面前演好一个丈夫就行了。你不用回家住，也不用整天陪着我。你在外面爱跟哪些女人厮混，我一律不过问。还有第3？当然有。你应该知道第3是什么。我爸妈的钱你要逐步还。我想明白了，该吃的亏我认了，你不用全还，你只要保证每年拿回来300万就行，3年一共900万，这还不到你弄走我家钱的一半。白小玲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个钱放在基金里是什么？你不用告诉我，你说了很多次，我也听了很多次，我听够了。我不听解释，只要结果。3年900万，你能不能做到？我觉得。我出事之前，是你帮我把车送去保养的。刚刚保养完的车就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。白小玲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你是觉得我会害？我知道你不会害我，但如果你不答应我说的这3点，我们现在就离婚，而且我会对外告知你去保养车的事情。曾大师，你老婆出车祸残疾就被你抛弃，而且车祸的原因也令人浮想联翩。你的人设、你的面子、你的声誉，会怎么样呢？白小玲，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？我过分？我是千万富翁的女儿，你是什么？一个靠钱砸出来的假大师，跟我结婚，直接让你少分到20年，你觉得谁过分？我最后问你一句，3个条件，你能不能做到？好啊，就按你说的做。拿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这就叫多啊！你知不知道我陪白小玲逛一个菜市场，她买了1000多呢。你现在都已经发展到陪着人老婆去逛市场的程度了，你不怕曾杰知道了修理你啊？我坦坦荡荡的，我怕什么？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
如果你是白小玲这样的有钱人，你去了菜市场买了老公爱吃的鱼啊、肉啊什么的，但是你老公晚上有事不能回家吃，那你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冰箱里边呢，还是拿去喂狗啊？放冰箱里啊。可白小玲拿去喂狗了。看来有钱人的生活和咱们就是不一样。之前曾杰在华家村的时候，有一个富婆去找过他，我旁敲侧击了一下白小玲，不是他。这曾杰可以啊，总能遇上富婆。哎，林芳那手机号怎么打不通啊？我前2天又去了一趟华家村，打听到了林芳的老家，也是农村的，但跟曾杰不是一个地方，离得挺远。怎么着？还打算去看看？反正都到这步了，去看看可能有发现呢。去归去，但你要记得。哎，我知道，合法合规。我什么时候跟你闹过事儿，添过乱了？昨天也不知道是谁被派出所给拘留了。喂，人有的时候应该多吃少说。林芳，你是在白小玲出现之前，还是出现之后死的呢？跑车富婆不是白小玲。那会是谁？你这是在干嘛？看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在你家旁边拍东西，就顺路过来看看呗。哎，你今儿让我帮你演的戏是干啥？你在调查这个女的呀？这投影仪又是干嘛？房里需要一点灯光，就当是个氛围灯。你放反了呀！反了呢？说不定他才是正的，我们世界才是反的。这不是你前女友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小薇失踪了。失踪？你不是去年就被甩了吗？我怀疑她去年就失踪了，而且很可能已经不在了。大辉，你别吓我，我知道你是做悬疑探案推理视频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是画呀，我还以为是印刷品呢，画的可真不错。你好，帮我问一下你们老板，这幅画要买下来。你为什么买仿制品啊？应该在100到200之间。什么之间？你这是干嘛？我有一段很不为人知的过去，想听吗？是不为人知呢，还是不敢啊？不为人知，也很不敢。从大2开始，假期我就没再回过家，在一个做手工画的村子里打工。那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一个村子里挤了10几间的画坊，家家都以此来谋生。从村头起是梵高、高更、毕沙罗，拐个弯就是莫奈、雷诺阿，再往里面走是德加和马奈。哦，还有一家做打打主意。一个小小的村子里，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印象派大师。老板来关副业。村口的小卖部，大家平时习惯记账。这个老板娘的账单里，全是各种大师的钱款。莫奈欠350，高更欠400。谢了。记账嗦。当时我在莫奈家，基本就只画日出这一幅画，别的画销路都不好。这个画室人多的时候，
足足能有20多人啊！我是这里画的最快的，因为我可以一次画2幅。画1幅画，我的工钱是150，赶上假期的时候能画个几10幅，周末通宵不睡也能画出2幅来。我的学费、生活费都是这么赚出来的。所以，这幅画是你画的？当时我大4保研，正在为读研的学费发愁，我父亲就住院了。医生说，想保命的话，40万，哪儿那么多钱呀？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画满2000张，把这个钱给赚。那是我在每一个画上都留下了一个编号，所以我觉得这张一定是100到200之间。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干这种活儿，最开始画的时候画得非常仔细。100到200之间的时候，其实人会非常的疲惫，所以画的也会非常仓促。可是200之后呢，会越来越熟，反而线条会越来越流畅。所以100到200之间，应该是最差的。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段过去。这段很酷啊！我知道，可强者不需要卖惨的。你到了，你在下面等我。美女儿，把嘴闭上。给你准备好了，以后别叫我妹夫。赶紧走。着急赶我走噻！屋里头有别个？哪个？怕我看到还是怕看到我？可以噻，天天都换新花样了。别给我胡说八道啊！哪个胡说了？你跟我妹儿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说啥子嘞？哪次不是我帮到你的？哎呀，你有那么多的老相好，我只有你一个噻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拿着钱赶紧走。好，那我下次再来看你噻。收到一件礼物，很特别。一件普通的作品而已。这个是发簪吧？从小到大都没有人专门给我做过东西。哎，你还刻了句话啊：欲寄彩笺千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。就你一个字都认不出来。我是用古篆体写的，你知道意思就好。我搜索呢。晏殊的诗啊，想给我的心上人寄一封信，高山延绵碧水无尽，又不知我思念的人身在何处。你不知道我在哪儿，你怎么给我寄的东西啊？你知道我是说的是你吧？你在哪儿呢？荒山野岭。哎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真是在荒郊野岭。你去那儿干嘛？
刚刚杀了个人，准备要处理尸体呢。让我猜猜啊，你是不是在挖做陶瓷的那些泥呢？真聪明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应该也快好了吧？那要不要一起吃饭啊？好啊，哎，正好我朋友开了间私房菜，还不错。行，吃什么都行。那好，那我让他给我们留位置。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，我先去洗个手，菜也是让老板准备完了。我妈要来看我们，看你，别带上我。没必要这么说吧？我知道你和我妈一直挺不和谐。用词没必要这么体面，我可以一直包容你妈，是你妈对我始终不满，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这么仇视。哪有什么仇视啊？你总是要把问题尖锐化。你理解一下，她就是个没见识的老太太，你没必要和她较真儿。我较过真吗？从结婚起，我对她什么时候不是尊敬有加？没办法，你也说了，她就是个没见识的老太太，但我不是一个没见识的媳妇儿。从你认识我的时候就知道我不是，难道这要怪我？不可理喻。曾杰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最好想清楚，我哪里不可理喻了？结婚的时候，你妈和你们家那么多亲戚过来，我爸妈是不是都安排了酒店？连那些你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叔什么婶，全都安排到了5星级，给你妈订的更是行政套房。结婚后，你妈哪次来让她受委屈了？家里一直都有她的房间，每次来，床上用品我换的都是新的，家里也有钟点工，让她做过一点家务没有？你是不是觉得非得找个没见识的媳妇儿，天天跟你妈斗就可理喻了？我的意思啊，是你可以再包容一点。还要我怎么包容？你妈怎么不知道包容一点我呢？每次过来都要跟我说你以前多么优秀，多么出色，全村的骄傲，全镇的榜样。她一次一次跟我说这些，是真觉得我配不上你，还是担心你配不上我？好了，我们不吵了。我知道，你对我妈一直都挺好的，但你也知道，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家境，我妈带大我真的很不容易。我知道啊，你经常跟我说你妈带你有多辛苦，你努力奋斗就是要报答父母，让你妈晚年幸福，这些我都理解。不过曾杰，你妈带你不容易是因为你家穷，我妈带我容易是因为我爸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拼命赚钱。你现在是大学教授，是受人尊重的大师，你不能还是这种你穷你有理的思维吧？行，我不说了，行吗？你就当演个戏，反正我妈这次来也待不了多久。行，演戏呗，反正现在也都是在演戏。她什么时候到？订的晚上的火车，明天上午到。你明天要上课吧？那我去接你。算了，忘了上次你去接她，折腾成什么样子。我妈提了3个包，还得给你推轮椅。你过不了天桥，到不了网约车的位置，你和我妈在火车站门口站了1个多小时啊！
是我妈站着，你是坐着的，弄得我临时从学校赶出来，课都没调，只能让学生自己画写生。还是我去接吧，我跟系里调下课就行了。那好，上午我去买菜，中午饭弄好，我等你们。你为什么总是要出去买菜啊？这样上门的不好吗？我喜欢去菜市，不想整天闷在家里。我不是不想让你太辛苦吗？这周学校副高评级考核，忙死了。你要不说我都忘了，曾大师还是副教授呢。来，妈。哎，你放这我来拿放这吧。妈来了，先过来吃饭。我早上专门找了做饭的阿姨，都弄好了。这么多菜呢，妈，先坐。哎，妈，我专门做了您最爱的煎蛋汤，先喝点汤。走。哎，对了，老公，哎，我买了一箱饮料，在超市呢，钱已经付了，你去拿一下。哦，行，妈，那你先吃啊，别等我。快点回来啊！哎，好。妈，你先喝点汤。放这儿吧。怎么，从一进门就一副死了人的臭脸？你给谁看呢？你看我怎么捅死那个不要脸的泼妇！你看我今天捅死那个不要脸的泼妇！来，快点把我捅死！你以为我不敢捅死你？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死吗？你不是一直想让你的儿子换个媳妇儿吗？到时候找个孝顺你的，逢年过节都去监狱去探视。闭嘴！把我捅死，你就能换个儿媳妇了。到时候还生不出来，你就知道是谁有毛病了。闭上你的臭嘴丧门心！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老公，我刚刚把头洒妈身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妈，先冷静，把头。别听他胡说八道。小气，是他先我知道，好，妈。你看他脸上那血，都是他自己弄的，不是我给他弄的。老公，是我自己弄的。妈，先冷静。刚才扔糖的时候我没接好。付快妈，你还敢胡说八道是吧？先冷静点吧，妈，你臭嘴！老公，你好好劝劝妈。你当什么好人？你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小气，你再让我他妈试试！别闹了，妈。我真不是他那样的，儿子。我跟你说，你都不知道啊！你刚一出门，他就给我一耳光，我还没回过神来，这边又扯起来给我一耳光，还抓起我的头发，把我按在桌子上打呀！不可能嘛，他又站不起来。哎，你还不信是吧？他还拿起杯子敲死了要捅死我呢，然后我才拿刀。好妈，都是他的问题，都是他的。儿子啊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婆娘不行的，太歹毒了。这个婚呢，你必须要离。你现在是艺术大师，又是名人，他这个德行哪配得上你啊？等你把婚离了，重新找一个对你好的、性格好的。你看你现在功成名就，人又帅气，你还怕找不到吗？妈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舍不得他？他不就是无厘头有点钱吗？哎，你知不知道他那个老爸现在睡到床上起不来了？为什么？报应，为富不仁，老天都要收拾他。哦，对了，
他刚刚跟我说什么？如果你把婚离了，再找一个，如果还生不出来的话，那就知道是哪个的问题了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妈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婚我是肯定要离的。以前他还可以，各个方面跟我配得起，现在不行了，我哪能跟他过一辈子呀？那你抓紧啊！你还在等什么嘛？妈，来的路上不是跟你说了，最近我学校要评级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很快就是正教授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节骨眼上我不能出乱子。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后院起火了，会影响我的前途。我知道了啊。别傻气啊！等我评级过了，尽快处理这件事情，好吗？那我们就说好了啊，等你离了婚，他那个钱还有这个房子你都有份的啊。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我都咨询过了，你一定要分一半。儿子，你要知道，你是我们村里头最厉害的，在县里头也是最棒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是条龙，就他那个白小玲不知道好歹，他就是没那福气跟着你，你喊他滚，好，妈，好。那个，咱们去喽。你要找他呀？我要去说说他的呀。好啊，不去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知道，事实肯定不是我妈说的那样。不，你妈说的都对，她说的全是事实，她绝对不会添油加醋的。我了解我妈，她说话的确容易夸大其词，但是在这件事上，没有但是。曾杰，你要相信含辛茹苦养大你的妈妈，她绝对不会夸大其词的。好，我们不吵好吧？首先，我没有说你们谁对谁错，错的是我。现在我妈非得要走，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走？我没那个意思。那我现在收拾收拾去我妈家，让你妈继续在我的房子里住着，陪她的儿子，好不好？你不用叹气，我马上叫车。是我妈铁了心要走，我给她订票。我先带我妈去吃个饭，然后送她去车站。家里，你找个钟点工收拾一下吧。